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非常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节目这个极境之美的第一期的一个引言的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正题，我们将一起探索一个深邃而独特的世界——侘寂美学。这种美学理念呢，源自于日本，它提醒我们不完美并非一种缺陷，反而是美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这一集当中深入的探讨侘寂美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并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经验，看看这些古老的智慧它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共鸣的。侘寂美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代，大概是现在西元的794年到1185年之间。那时的贵族社会充满了对奢华和精致的追求，但在这个看似完美的世界中，逐渐兴起了一种对简朴与自然的美的崇尚，这就是瓦比萨比。随着禅宗的传播，这种简朴的美学逐渐融入了日常生活，并且在镰仓时代发展成熟。瓦比最早指一种孤寂与简朴的美学，强调在贫困和孤独中发现美，而萨比则与时间的流逝密切相关，象征着事物因老化而产生的独特美感。这种结合在后来的侘寂美学中得到了升华，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推荐大家去读一个系列的丛书，是一位日本的美学家，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名誉教授大西克里所著。他讲述了日本的三大美学。这一系列书籍包含了物哀、幽玄和侘寂，而在侘寂这一本书中，他详细描述了侘寂的本质和其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大西克里认为，侘寂不仅仅是一种美学，更是一种哲学。他教导我们在不完美和无常中找到宁静和美。大西克里指出，侘寂的核心在于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这种美学观念提醒我们，生命是短暂的，物质是无常的，但正是这种无常赋予了事物独特的美感。通过侘寂，我们学会欣赏那些看似平凡甚至破损的物品，因为它们记录了时间的痕迹和故事。接下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禅宗与侘寂美学的结合，因为禅宗的影响对侘寂美学的形成至关重要。禅宗主张无常，即世间万物都是短暂且不断变化的。侘寂美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禅宗教导人们接受现实中的变化与缺陷，体会到一些不完美的美。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建筑和生活方式，使得侘寂美学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扎下了根。其中呢，一个非常常见的会被大家讨论到的就是日本的茶道。茶道是侘寂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之一。在日本的茶道当中，茶具通常是非常光鲜亮丽的，或者是一些带有时间痕迹的一些器物。这种带有斑驳痕迹的茶具体现了侘寂的一个理念，不完美才是真正的美。并且呢，大家如果有观察到看过一些茶道的表演或者是一些影片的话，你就会发现
茶道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自然和无常的尊重，简洁中带有深厚的哲理。日本茶道大师 Senno Riki 是侘寂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主张侘寂茶道的风格。他强调了自然的美和事物的本真状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茶之道就是简朴之道，简朴中见真美。这种对简朴和不完美的美的追求，完美的诠释了侘寂美学的核心理念。另外还有一个侘寂美学的象征，是一种修复陶瓷器物的技术，叫做 Kintsugi。Kintsugi 是一种体现侘寂美学的传统艺术。这种技艺呢，会通过用金漆来修复一些破损的陶瓷器物，不仅可以使其重新焕发生机，还赋予了它新的美感。你就会看到一个破损的陶瓷器物，那他就把这个破损的地方重新粘合，用一种金漆把它粘起来。你就发现这一个器物本来它已经破到就是完全不能使用了，但是它在粘合地方用这种金漆，反而让这一个受损的地方绽发了一种新的光芒。那在西方的文化当中，破碎往往意味着终结，但在侘寂美学中，这些金色裂痕象征着重生与新的开始。通过 Kintsugi， 物品的不完美变成了它最美丽的部分，时间的痕迹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侘寂美学也一直是我对待事物的一个态度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儿时的阿贝贝。我有一只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用的枕头，是一个小狗造型的，我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保留着它，所以它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它每天都会跟我一起睡觉，我非常爱护它，我一定要有它才可以睡着。但是我们家的小狗非常顽皮，它常常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去咬它当它的玩具玩。那有一次它真的玩的就太过分了，所以它就破损的很严重，里面的内容物也都跑出来了。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懊恼，我觉得它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了。那后来呢，我就决定试着修复它。那我的 partner 呢，他还特别去网络上买了那种新的那种玩偶眼睛，然后用一些特别的匹配的针线来试着修复它。那最后虽然它看起来也不是最开始的样子了，但是刚刚缝上的那些裂痕处，因为它的颜色和20多年来的这个织物不可能会一样，但它似乎比之前更加迷人。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侘寂美学所强调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美，因为它包含了我们生活的痕迹和记忆。每一道修补的痕迹都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岁月，承载了我的记忆与情感。好了，那侘寂美学不仅是一种审美观念，它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教会我们如何接受不完美，如何在平凡中发现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探讨侘寂美学与日本艺术和文化中的体现，并看看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现代生活。那感谢你的聆听，期待和你在下一集当中继续探讨侘寂美学。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在 Spotify、Apple Music 都有 Podcast， 在 YouTube 上也有视频呈现。那希望你可以订阅关注这个频道，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深入的探讨哲学与美学。谢谢大家啦，下期再见，拜拜。